这个垃圾本来不在这儿。你说的没错，的确被人动过。多亏你的提醒啊，要不然我还发现不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你告诉我，王普杀了一个白文虎。白文虎呢，身经百战，一般不会露出什么破绽。但王普他是严福山座下第一智将，会比常人心细。既然我们能通过垃圾来查探藏兵项，那他们也会用同样的办法来找白文虎。还有多少白文虎藏在这里？剩下的人已经被我转移了。按照你之前提供给我的消息，西边的几处住宅已经没有人住。这是藏兵项中的完整地图，探查到的所有消息都标注在这上面。行动的关键就在这醉花楼。街道两边的店铺，还有那些虎贲，全都是安排在这里看守埋伏的。东西呢？早已备好，就等时机。天快黑了，该行动了。按计划行事，最后我们会带着将军从约定好的地方撤离。虎贲肯定会一路追杀过去，你一定要处处小心。放心，我会和我的朋友及时赶到。这次，白文虎欠你一个人情。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王普，严凤山座下的第一智将，你说他什么时候才能知道顾玉已经被你救出来了？我还给你准备了份礼物，包你满意。对不住了，兄弟，我必须救出顾玉。
他刚刚一直盯着我。他刚弄明白，原来你和我是一伙的。他查过所，查伤势，都是你我联合起来，好让他对我彻底没有疑心。他确实把你当朋友了。而我实则是你的暗桩。一个意外，天注定，他得死。你说算计，你会，我也会。可算到最后，不还是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？可你并没有做错。说是你犹豫了，躺在地底下的人，就会是你和我。我知道，喜不喜欢和杀不杀他没有太大的关系。人到最后啊，都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罢了。狄路在藏兵巷人缘极好，他死的事情瞒不了几天，你我得对一下口供。此无朝备，日常饮食，久味10天半月不容易散去。这么做可以掩盖屋里的味道。受狄路之邀，你有2人去品尝他自酿的松叶酒。虚实2刻左右进了他家，推杯换盏，相谈甚欢，以至于有些忘乎所以，不小心打翻了几坛子酒。在2个前离去。回家之后，你因宿醉而头疼，卧床休息。我则忙于做过所，无暇分神。再见面的时候，便是2、3日之后了。从那之后，你我2人便再也没有见过狄路。你说要去的那个什么藏兵巷，就在这儿？不在此处。要你准备的干净衣物，你带来了吗？带了，就在车上。怀，你到底在看什么呀？我在想，从这里滚下山的话，会受多重的伤？开什么玩笑？从这儿滚下去，小命都没。哦，哎，小怀！哦，哎！怀，没事吧？失心疯了，不要命了！小怀，你在干什么？失心疯有病啊！你死了我怎么办？谁保护我？所以我才看了半天，找准了位置，进了藏兵巷。这一身伤是有用的。
来，扶我一把。哎呦，啊，没事吧？你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叫做半边户，长于北方，味道极苦。我刚仔细看过了，王熙有这个习惯。味道确实很苦。我不信，怎么会有这么苦？我试试。这怎么这么苦啊？怎么会有人喜欢嚼这玩意儿？口味呢，能提神解乏，北地之人爱嚼，也因为能驱寒。倒也不是很苦，它为什么叫半边户啊？古人造词呢，皆有寓意。讲完这本小木条，吴木就只剩下苦了。也真是不吉利。好了，前面就是藏兵巷的范围，剩下的路我自己走。不是我说，你俩能不能不要总是这样一副苦相？行吧，你们俩有什么愿望？若是没帮你们办成之前，我死不了。我能有什么愿望啊？我只希望你能够早日大仇得报，然后和白板相认，过几天舒坦日子。别这么累了。我也是，也不指望回去当什么皇帝了，我就把我的愿望送给你吧。希望你早日复仇，杀光虎贲，早日过上平凡的日子。好，借你吉言，我会回来。站住！等接头人。让一让。要反了，底下那点最苦。和你有关系吗？两条街之外，是你妹妹的院子。我知道，这些年都会有你师妹做个心事，时不时的，我也能知道她是否安好。你再闻，这树都秃了。
这是今年的第2封，要让你多人跑一趟了。只是想知道他每一年都平安，所以这些年来一直给他写信。是，也不是。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，有一些可怜。这么多年一直写信，是想让他知道，有人在牵挂着他。如今你也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长安，我也挂念着你。你得让我知道，你每一天都平安。我又不是瓷娃娃，哪那么容易就磕了碰了的呢？得以防万一。这样吧，假如你以后遇到危险的话，你就放一只纸鸢。我城里可多的是眼线，他们会告诉我的。差点就得手了，我知道尹作坊父亲就要得手之时，没想到这个时候青衣出现，把他给救了。进了藏兵箱。虎贲成立之初，我父亲就秘密设立了藏兵箱，在长安有隐秘的据点，那里面有足够的粮草和武器。若需撤离，会有专门的手艺人给虎贲制作过锁。地方在哪儿？我可以进去。不用着急，他在里面，一时不会出来。我的目标是覆灭以阎凤山为核心的整个虎贲。没有情报证实阎凤山在藏兵箱，出兵的意义不大，反而会打草惊蛇。站住！你不认识我，总该认识他吧？都认识。可是将军定的规矩，出入藏兵箱得把金子留下。快点儿！等等，给你买了一些半夏和茯苓，每日熬水喝，治嗓子。哥哥这边。哥哥。到底是谁把老哥哥伤得这么重？一个已经死了的人。蒲、猗、川。不过昨晚，他是彻底凉透了。那这背后的人能耐真大呀！连虎贲的妻子都能为之所用。背后的人，恐怕你也认识。我哥的儿子刘志长大了。恐怕他这次回来，
他是要给他爹报仇的。老哥哥，此处我不常来，哥哥在此安心服药，继续休养。等我回头叫了郎中，老哥哥便可在此安心养病，把伤养好了。老哥哥想去哪儿，自行离开便是。只当凤山将军在召唤，哥哥再出现即可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安排起我来了？老哥哥多虑了。我是想说，老哥哥安心养伤，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就好。那小崽子拐走了飞帝，凤山将军发来命令，他不能死，他死了，飞帝便会下落不明，会误了凤山将军的大业。没那么容易，他身边的人也没那么简单。身边有能下手的人，已在我掌心了。我们刘家的种没那么好对付。老哥哥，用刀杀人，弟弟远不如你。可是用这儿谋事，你未必如我。回来了啊！回来了，先来坐着。好。大将军的书信，选个最尽心的人送出去。是。要快。明白。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。从今往后，我甘愿追毒为寇。
从前在太学府，你每次被先生责骂，就会抄上林符，好让自己的心里更舒服一些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你不敢用你自己的笔记，要是被有心人发现了，我们就会被盯上。而且阿木是我的书童，书童呢，没有必要写这些。那我该写些什么？你该写一封家书，就说京中生意渐好，回家还需10日。关于他和他的家人，我说给你听。阿莫是我的书童，从小和我一起长大，一起上的族学。他的字带着我家的笔法，你给我记好了。以后你写字，凡遇撇折，手笔都要慢一些。他的妻子叫叶宁，是个渔家女，为人和善，烧得一手好菜。叶娘给他生了一双儿女，儿子6岁，名为小满；女儿4岁，名为楚冬。你们两个慢点跑啊！阿莫是温厚之人，知我所想，说要尽一份力，我答应了，可都是我的错。他现在本应该在返乡的路上，月底便能到家。他家在湖州城郊的一座小山边，3间屋舍，一块不大不小的田地，准备吃饭了啊！好嘞。足够一家用度。他本可以安然无恙地度过一生。阿娘，今天有鸡蛋吃了。可是你把一切都毁了。阿莫，他葬在哪里？你没有资格知道。你今夜去袭击刘子言的部下，留下线索，让他们跟踪你。
不是人血。他想让我们找到他。盯到了，不是你盯到了，怕是他们已经准备好了。走，那就去看看，看看他到底是人还是鬼。我有一位故人，会与你会合。今夜谋局，就是为了让他们相聚，了断前尘。那条狗呢？它所在的位置，比我们看得更清楚。起来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学长。
回去。快就投胎了，帅兄。我何止没死，我要拿你的命！ 本地杀狗刘子言，你也有今天。老子从地狱里爬了回来，就是为了今天。 逃都逃了，为何还要回到乱世，再趟这浑水？狗崽子，果然是你！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。从今往后，我甘愿唯独为狗。
你参与了杀我父亲。你还救了我的命，这辈子还不了了，下辈子还你。 还清了，可答应你的事情，我没有做到。我这一生总被恩仇所困，白头，你不要重蹈覆辙。 这世上确实有挺多美的事情，风吹的灯笼，路过的马车，还有小酒铺飘来的酒香。少说几句。 你还没告诉我，你到底跟老板娘讲了什么？她竟然对我笑了。告诉我。我说，有一种看不见。 摸不着的东西，就在你和他之间，是缘分。他笑得真好看，笑得真好看。 冰锥刺骨入髓，
反复无休，饥寒刻骨，痛若凌迟，至死方歇。思玄在妙法阁当差数千年，多少上仙的法器都是出自他的手。他对再卑微的仙士都是柔声细语，关怀倍加。他受的这一些苦刑，皆是因为动了情。天条是修仙成神之本，不容例外，也不容打破。无论是人还是神，都会有七情六欲，可天庭的规定不让神仙动情，这就违背了天性。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我动了情，可是我没有伤害任何人，我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你会杀了我吗？应渊，从今往后，定要以你的母亲为戒，谁若犯戒，你也要亲手处置，这是你的职责，也是你的罪孽。我会杀了你。帝君，天兵处众将皆已到齐，正在院中等候。100遍，一个字也不能少。美军各拨出2支精干小队，轮班交替，于仙界各个要害之处防守巡逻，严查死守。天机阁天兵处如有进出者，除帝尊与4帝君外，都需要严格的盘查。如今情势微妙。小仙不得不问句不吉利的话：如若魔界率兵来袭，共同攻打东南西北4大天门，各军正值小队换班之期，是否会打乱我军阵脚？无妨。本军的兵书当中，讨论最多的就是多战场拉锯战，正好能解此顾虑。4节循环，这棋局又称长生劫。听闻帝君带着此局上下求索近千年无人可解，不知是哪位上仙竟将此局给破了。有朝一日，他要是获封上仙了，那仙界岂不是聒噪极了？这棋局，正如这棋面所示，看似巡逻防守的小队是闲棋废子，实则乃是成败的关键所在。你说这破局者究竟是何人？竟如此高明？是啊。严旦，抄好了吗？你要是求本军帮忙的话，看在你忠心护主的份上，本军可以帮你抄10遍天条。方才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让你谨守天条，莫做出离经叛道之事。本君可真是想多了呀！以你的懒，再给你几万年也修不到上仙，连灵书笔都敢要，也不怕把牙给崩了。没规没矩，连个睡觉的样子都没有。做一粒通宵八荒的心，碧落无趣到流泪的人间去，却以为
间花开的时息，偶尔兴起也泛愁绪，温柔捂住了一颗心，情不自禁的分一半出去。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一吹向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频频问尽情之所起，只怕眼角泪滴一次溶掉你背影。我的痴情，我的须臾，一次看懂万物飘萍，而后轨迹都偏向你。望着你，是最近的远行，比苍生多一点爱你的你为你，离开你，像奔走在原地，云之缝隙不得涟漪，是最坏的事情。年月过了，青丝沉入知己，也迷失在那些不堪一击。流水东去，一往唏嘘，看温柔无助半颗心，还不自禁的一并交出去。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一吹向你。九重天还真没有谁的死写得比你更丑。频频问尽情之所起，只怕眼角泪滴一次溶掉你背影。我的痴情，我的须臾，我的全部都偏向你。数着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向你迁徙，泪在沉香人迹，尘埃落地，仍有期许。听闻良辰佳句，两人美景总相依，风凉半醒，冰生一地，不妨似雨大梦不醒，就往浮云皱皱。100遍天条。哎呦！啊！难道是昨天我糊涂了？糊涂当中抄完的？还是又是那位仗义的田螺姑娘出手相助了？应渊这个小人，都承认小人了，还干这么无聊的事情，没意思。严旦今时不同往日，一日更比一日厉害，我看了都替他开心。严旦没进衍虚天宫之前啊，不知道是谁说他只有靠别人的命呢。谁能想严旦后来者居上，日后恐怕芷溪得靠着严旦了。芷溪啊，就是个绣花枕头，严旦才是双生莲中的强者。这些话是谁和你们说的？此次肃清仙界，
偃虚天宫仙士严旦扮作妙法阁副掌事，除奸除魔有功。天机阁外为保仙界机要，助清离帝君应渊，剿灭魔族乱党，忠勇可嘉。吾特赐灵书笔一支，可为仙官仙士表率。原来整个天宫都已知晓我的无能了。芷溪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看来你的妹妹拿你的无能邀功去了。你堂堂一个副掌事，居然要靠一个仙士来救。你妹妹在帝尊面前邀功请赏，与自己的跟班编排你的无能，你还真是不辜负我的期望，把我妙法阁的脸都丢尽。知道你怨恨不甘，可这羞辱你的告示是帝尊亲手所书，你任意揭落，可还把天条戒律放在眼中吗？芷溪知错，知错，那就捧着它，跪足3个时辰，让那些路过的仙士都来你身旁看看，你的好妹妹对你有多好。芷溪仙官，那些混账话都是平日里开玩笑说的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严旦平日里和你们说我是弱者，是无能之辈，拿这种话开玩笑，是吗？不是的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什么也没说过。走。严旦平日里最在意这个姐姐，要是她知道我们说错了话，闹了这一出，那我们的戏就没法拍了。过几日瑶池盛宴，一切顺心顺意，芷溪自然就释怀了。你可别再多说话了啊！好。原来我对你的种种，在你看来不过是玩笑罢了。我说你这个小乌龟啊，是我辛辛苦苦的带你脱离了苦海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对吧？你现在已经是一只大龟了，你能不能稍微的体谅一下你的恩公，不要乱跑了，好不好？你干嘛？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体内燥热？要不然我给你扎几针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是一个汉旦，我听不懂你的龟言龟语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让黑土来治你。你们这些水族小弟都一个德行，明明该你们哄我，每次都让我去哄你们。算了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于墨，你果然在这儿，说好了一起吃夜宵。你喝什么呢？你居然在喝酒！你才多大？小年纪不学好，开始学喝酒啦？这个东西虽然不好喝，可喝多了会使人快乐。快乐什么快乐？别喝了！你睁开眼睛看看，你看看我是谁？你知道吗？我不愿让仙界的人想起他们。
但是我又想让他们想起他们。他们为了仙界，为了盟约，不惜牺牲一切，甚至牺牲掉自己的命。可是到头来又换来什么呢？我甚至从来就没有见过我的父亲。以后也再也见不到了。孙后，按照战前所约定，神族、仙族的援军早在3日前就该带着粮食与补给赶到。可如今，我等仙力虽不可与舍身取义的冉青元尊并论，但也绝非胆小鼠辈。我已与封毅修书，血战至死，亦不足取。孩子会知道，爹娘为他创造了一个幸福、安稳的世界。可我担心的是，同盟军中有人故意存心消耗我们九旗族的实力。若世上没有九旗族，便少了一族跟他们争功邀赏。战局凶险，须得全神贯注。我实在无暇考虑这些狡诈谋私之人的想法。为防不测，我已派人传话于北冥仙君，请求他带着孩子暂且离开战场。尊后，你伤得实在颇重，不宜出战呢。无妨。仙君，战事危急，恳求您照顾好我的孩儿。阿晨必定铭恩于心，永世不忘。什么？全族皆灭？那九旗族的龙尊和尊后都没能救下来吗？修罗族强悍，援军扑了个空，待赶到之时，只剩下尸体了。九旗一族何等骁勇善战，怎么可能会全军覆没呢？我知你一向与九旗族交好，还请节哀。仙君一直告诉我，只有忘记才能活下去，但是他却没有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忘记啊？你是？你居然是九旗！你居然是那条被我喂了800年的小黑鱼！于墨，你放心吧，既然我能把你养大，以后我也会尽心尽力的负责到底的。虽然天上确实很无聊又很严肃，但是也有很多温暖和快乐在。从此以后，你不仅有北冥仙君，还有我陪着你，你不再是孤单一个人了。赶快住手！你这样下去会耗尽仙力，神形俱灭的。帝尊，我身负罪孽，更亏欠您的养育之恩，愿一命偿还。
请帝尊成全。气换周身，汇集于胸，心无挂碍，神贯于灵。修齐天机，再塑昆仑。应渊，速速屏息收力。应渊，应渊，险些邪灵入体，那将是毁天灭地之祸呀！应渊，你的血脉对于六界来说，是福还是劫？你醒了。姐姐，你恶根未尽，险些入魔，一旦仙力亏损，便压制不住魔性。帝尊，我想再试一次。若是仙力耗尽，堕入魔道，恳请帝尊赐我一死，不必细软。应渊，你不明白，一旦你入魔，于六界而言，其灾祸不亚于整个魔界倾巢来袭。为何？帝尊，不知为何，每次徘徊在入魔边缘时，总会乱梦不断，梦里总会出现一些未曾经历过的画面，仿佛是在上古时。住口！倘若有朝一日，六界不再有隐患，你恶根尽除，吾会将答案告诉你的。应渊，吾已将元神注入你仙灵之中，你要摒除杂念，不可有私。如若不然，你就是千古罪人。是。然且，你已化为风雨流云，望着这世间。放心吧，昔年之祸，吾必不会令其重演。到时候了，该动手了。严丹，昨晚的事情对不起啊。我也并不是有意瞒你，是因为这件事情让我知道对不起就不要喝那么多嘛。如今仙界守卫森严，如果你万一酒后失态，被当成了魔族奸佞，抓到天刑台上，不知道抽多少鞭子。哦，
啊，算了，反正昨天我也喝多了，你跟我说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。真的？有一点你不许耍赖。什么事？不管你以前经历了什么，以后经历了什么，既然你认我这个朋友了，你就要言而有信。从此以后，不许生我的气，不许突然的消失。我可以说狠话，但你不能当真。有困难第一个跟我说，老老实实接受被照顾的命运，懂吗？那你这不是霸王条款吗？不服啊？服，全部同意。银丹，我真的要谢谢你。在遇到你之前，我的生命当中是一片漆黑的。只有遇到你，让我生命当中才出现了光亮，而且是唯一的光亮，让漆黑变得有意义，让光亮也有了意义。行，好，那个再加一条啊，除非以后我主动向你敞开怀抱，你不许这么随便占我的便宜。占便宜？你知不知道，像你这样搂搂抱抱的是要上天刑台的啊？真的？记住了啊，下不为例。啊。我可是有文人傲骨的，无论这次你有什么意见，我都不会改了啊。火光中唯余九岐一族的呐喊与奋战声，这算是九岐奋战而亡？我可没有这么说啊，这可是你自己理解的。接下来我就该转换视角讲述了。就从伴随着四大帝君征战的冀都星君桓清的视角开始讲述。对了，最重要的我给忘了。你怎么把他给带出门了？他现在叛逆期，我每次回去的时候都看见他疯狂的往窗外爬，我都不知道他怎么了，饭也不吃，针也不给扎的。你跟他同为水族，他跟你格外的亲近。你快听听他在说什么呢？让我听听看吧。他说应渊整日到你的房间去翻他，他在仙界一刻也待不下去了，他想要自由，宁愿饿死。这私放仙兽下凡界，这违反天条啊！那怎么办？那就违反天条呗，总不能看着他在我屋子里绝食而亡吧？可你方才说过守卫森严啊。就算守卫森严，只要有掩虚天宫的腰牌，谁敢阻我？这地是扫干净了，你看这花花草草的都蒙灰了，还不赶紧擦一擦？帝君最喜欢洁净了，你们千万不要敷衍了事啊！站住！本仙下凡取物，向来畅通无阻，为何阻拦？青离帝君下了严旨，魔界不臣多番骚扰仙界安宁，为防贼人混入仙界，已将南天门封锁，非帝尊或帝君的腰牌，任何仙家不得出入。你看清楚，本仙是太幽星君，能是魔界贼人吗？区区小事，还非要我把应渊帝君请来吗？正是。荒谬！你如此对本仙，乃大不敬之罪，就不怕天刑台上的雷霆鞭吗？小仙职责所在。
帝君，剑上有信。这帮魔族奸佞简直是胆大包天，罔顾仙界严律。你说他们就不怕帝尊的雷霆之怒吗？自然不怕。邪神玄香已经开始公然造反。帝君，这先锋队兵分两路，一支小队已然闯入，看他们这方向，正是朝掩虚天宫去的。速称帝尊亲允。是，快去。你说你啊，我本来想帮助你修出仙身，可是后来我看到你这个样子，小小的一只，呆头呆脑的。你说你这样要到了凡间，万一掉到了菜市场，可就不止翻身这么简单的事儿了。况且你我也没有什么信物，到了凡间，我怎么跟你相认啊？他是应元宫里的，以他为质，抓住他！是。且慢！这位魔族小哥，你看是不是有误会啊？我跟那应元君根本就不熟，你拿我当人质也没什么用嘛。而且我听闻，这个应元君重新调整了仙界的兵防，若是你此刻强行攻入的话，怕是会掉入陷阱。仙界之北，可有埋伏？当然有，从此处到仙界之北，埋伏着数万天兵天将。这位魔族小哥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是寒月宫啊，还是碧螺殿？不如我带你去吧。破神刀。帝君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破神刀是朔华长老的法器，乃魔界至坚，可劈山破海。想不到此物就伤不了你。你是朔华的爱将拓风，必是受了重托而来。说吧，本君不杀手下败将。我魔族大计，待你死之日便知。他们对自己下了陨身咒，敢做如此牺牲，到底要用这破神刀图谋什么？别管图谋什么了，他们已经败了。你身上的伤，无妨。你怎么样？我没事儿。你刚刚明明可以用仙力抵挡，为何要以身救我？这个破神刀魔力太盛，可破仙法。本君只是不想看到你被劈成两半。这么说还算你有点良心。你要不要去天医馆看看？万一那刀上有毒可怎么办？过早。你先回掩虚天宫。魔族对仙神界公然宣战，眼下大战一触即发，分秒必争。本君去殿前听命。嗯。
还晓得送伤药来，算你有点良心。原来你就是田螺姑娘。创世之战乃6界划分之源，非同小可。本君是怕你胡编乱造，牵连到偃虚天宫的清誉，这才批注一二。瑶池盛宴表演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来哦，我还给你署名了呢。哦，虽然给你署的名是田螺姑娘，记得哦。抱歉，我帮你包扎吧。本君自己来。没关系，我来吧。我说了，本君自己来。别跟我客气了。一定很疼吧？我看了你的成稿，颇有想法。若是能演出来，必是能荡气回肠。可惜本君也不一定能看到了。我最担心的发生了。方才南天门附近，你刚刚遇到的正是魔族的先锋队。邪神已经公然开始宣战，联合妖冥2界，意图推翻9重天。仙界使者陶子期已经被他们杀了，来祭旗。桓清刚刚来信提醒帝尊，妖魔冥3界已经备了100万雄兵，随时进攻。他正潜伏在魔界，随时等待接应。2个时辰之后，我便要率军出征。你是6界的第1战神，你肯定没问题的。刚刚外面那些魔兵魔将，被你一招就制服了。要不是因为你要保护我这个小仙士，谁能伤得了你呢？但愿如此吧。若是我能平安归来，我定会好好欣赏你这出《创世英雄传》。但是你要记住，本君走后，你不可懈怠。回来之后呢，我要好好检查你的修为，知道了吗？你不是爱自由吗？本君下凡之后就没人管着你了，到时候你就可以少吃一点苦，偷一点懒，活得更舒坦了，对吧？那你有没有查到那些魔兵带着朔华长老的法旗上天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他们挟持你的时候，透露过所行的目的吗？我就记得他们要去仙界的北面，可是具体的位置我没有套出来。仙界北面既无神器仙药，也并没有藏兵部署，甚至连仙兽法籍都没有。去做什么呢？破神刀也破不了结界。不说了，万一日后你……没有万一，你那么厉害，一定没问题的。本君当然要回来了。我说的万一，是你一定要记住，日后再遇到这样的危险，千万不要以身犯险。这把破神刀利器极重，若是挨上一刀的话，那便会仙灵俱碎。记住了吗？本君守护6界本来就是责任，你只要保护好自己。还挺有自信的。